大家好，我是 Anthony。首先祝大家2024新年快乐。这期视频正好也想和大家聊一聊中国式过年这个话题。每到年底，在中国互联网上，如何应对亲戚和家人对自己生活状态的盘问，总是能成为一个热门话题。各路自媒体博主们创作了大量教人回怼亲戚的攻略。我们在网上随便搜索一下，仅仅看这些文章的标题就有一种紧张的感觉，比如这个过年回家自救指南，以及教你如何笑对过年时亲戚的逼问。这篇教你15招过年对亲戚大法说的比较全，他列举了这么几种办法。首先是装傻充愣，假装听不懂对方的问题，然后转移话题，比如假装要接电话，还有教你直接应对的，还有强调要先发制人的，先盘问对方，让对方无法开口。当然了，这些攻略并不是真的攻略，现实里也没几个人会真的这么做，主要还是提供一种情绪价值，读者看完后笑一笑，缓解一下紧张和焦虑就完了。不过这也说明了过年期间和家人及亲戚的交流，对相当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。因此，春节也是中国人家庭矛盾和心理问题的高发期，比如很多妇联、街道、派出所等单位都会有在春节期间排查和化解家庭矛盾纠纷的任务。我自己的邮箱和私信也收到一些网友的反馈，不愿意回家过年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真实感受。我一直认为，节日是人的一种追求神圣性的方式。人生活在世界上，常常受制于各种琐碎、乏味、无聊的事物。在节日中，人们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活动，感到自己与某种更普遍、宏伟的事物相连接，从而在节日的这一刻，体验到精神的超越性。每一种宗教节日都有一套自己对神圣性的定义，规定了如何接近神圣性，而这些方式通常是服务于一个民族的现实生活的。春节可以视为中国人最重要的宗教节日，它的衰退其实也意味着它的神圣性和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脱节了。我们知道，在中国历史上，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，家族或者说宗族是主要的社会组织，组织原则的核心就是血缘关系，具体是通过辈分、年龄、性别、亲疏4个维度来确立等级关系，实现定上下、立尊卑、明贵贱、分远近的目标，并以此规定每个人的义务和道德。长辈的地位高于晚辈，对晚辈拥有精神和物质上的支配权，在同一辈分中，则以出生时间排序，即使哥哥只比弟弟早出生几十秒，弟弟也要服从哥哥。3从4德、孝道文化等等规则，都是维系这样一套等级的道德规范。因此，在中国家族内，弄清楚每个人的出生时间和血缘关系是极其重要的。这样一套规范，看似是建立在血缘和生日上，有一种不言自明的客观性，但为这种客观性赋予等级意义，却是后天建构出来的。中国人对于亲戚的称谓非常复杂和精确，或许可以算是世界之最。儒家典籍《尔雅》就收录了105个亲戚关系称谓。但不同的文化在这方面的差别极大。父亲和母亲的兄弟，母亲的姐妹和父亲姐妹的丈夫，在英语中统称为 uncle， 而汉语要分别称为叔叔、舅舅、姨父、姑父。中国文化严格区别哥哥和弟弟、姐姐和妹妹，父亲的哥哥叫伯伯，弟弟叫叔叔，不能叫错，否则就是很不礼貌的。但英文统称为 brother 或 sister，对年龄大小不做区分。中国文化的这种制度设计，起初是为了强化家族的互助和避险的功能，消除每个成员对其他成员责任的模糊性。如果没有这样一套伦理规范，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来争夺利益，或者出事了没人负责。在理想的条件下，晚辈要孝敬长辈，长辈则为晚辈提供庇护，家人之间要相敬相爱，互帮互助，使家族越来越壮大。这样一套规则也是需要一系列仪式保障的。在传统中国，宗祠是凝聚家族精神的场所，也可以视为中国人的神庙。
宗祠不仅是祭祖的地方，更是一个社交和教育场所。例如写于元末明初的族规正式规范规定，每月初一、15，家长都要带领族人到宗祠祭祖，并教育族人要遵守3从4德之类的规范。在清代，祭祖活动已经非常发达，家族内成员每逢婚嫁、生子、升官、发财都要祭祖，将子孙的生活状态告诉祖先。除夕、元宵、清明、端午、中秋等节日的祭祖活动要格外隆重。当然，祖先是听不见声音的，祭祖的真正目的是使族人们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聚集，互相了解和打听彼此的个人生活动态，降低信息不对称，形成群体压力，并提前纠正那些不正常的成员。当然，这里的不正常是以家族伦理的眼光来看的。由于每个族人的使命就是光宗耀祖，使家族发扬光大，因此一切不利于这个目标的人或行为都是不正常的。所谓发扬光大，主要靠2种方式，一是就是提高你所在家族的社会地位，二是增加人口，也就是生孩子。在传统中国，很多家族由于条件限制，往往会由族内集资，供养少数比较聪明的人去考科举。这个人背负着整个家族飞黄腾达的期望，他只用专心备考，不用干农活。而一旦这个人考中功名当官后，也理所应当地回馈家族对他的支持。当然，这是一个心理压力很大的过程。比如洪秀全年轻时考科举还算顺利，族人以为他是考试的苗子，对他给予了厚望，没想到后来屡试不中，就急火攻心，精神错乱了。当然，大多数人不可能当官或者发大财，但还有第2种办法，就是生孩子，这也算是尽到了对家族的义务。所以，中国人在过年时彼此最关心的就是你有多少权利或者金钱，以及你的婚姻状况，即是否能够生殖和繁衍，并主要以这2条标准来评价一个人是否正常。对于那些不正常的人，则会通过当面或背后议论，施加群体压力来纠正对方。毫无疑问，这里所谓的正常是一个相当狭隘和保守的标准。首先，如果你没有按照相应的年龄去做大多数人所做的事情，就会被视为是不正常的。比如该上学的年龄没去上学，不该谈恋爱的年纪却谈恋爱，但判断应该的标准其实只是大多数人的选择。第2，你不能有其他的性取向，因为这会不利于成家和繁衍后代。第3，你不能不生孩子，即使是由于疾病失去了生育功能，也仍然会被嘲笑和调侃，或者是视为有严重缺陷的不完整的人。第4，你必须让自己在世俗标准取得更高的位次。如果你是学生，那么你理应有更好的成绩；如果你已经离开学校，那么应当立马去工作，即使是休息，也是为了服务于更好的工作。你不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休息和闲暇。在一些特别崇拜编制的地区，甚至只有拥有编制的人才算是完全正常的人。这些标准几乎牢牢锁定了一个人的成长方向，它无法容纳一个人自我的真实性和流动性。对那些超出家庭伦理理解范畴的事情，则一律视为需要被纠正的。当然，在现代中国，宗族文化已经无可避免地走向衰微了。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运动，从物理上消灭了中国宗族文化的载体，不过真正抽走了宗族文化生存土壤的却是改革开放。年轻人从乡村涌向城市，从西部走向沿海，与乡土社会的连接日益疏远。那些传统节日，比如清明、端午、中秋等等，已经连表面的仪式都维持不住了，唯一隆重的就是春节。不过，尽管旧的伦理和文化开始断裂，但新的组织和伦理却未能成型。在近代，欧洲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，乡村地区封建秩序的衰落，伴随着的是城市市民阶层和市民文化的崛起。市民社会的伦理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组织原则，彻底颠覆了旧的社会秩序。然而，由于中国的大城市对外来人口存在着各种显性或隐性的壁垒，加之政府对民间自组织的抑制和打击，不论从现实层面还是内心感受上，
大多数人仍然感到自己是孤独的、漂泊无依的，是被原子化的，是与脚下的土地缺少连接的。这也可以解释，尽管越来越多人不愿意回家过年，但仍然无法对抗这种压力，因为纯粹的孤独感是更加难以忍受的。说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：难道中国家庭内部只能以互相施压和制造焦虑的方式相处吗？我认为，家人的利益和个体的利益是完全可以契合的，尊重、欣赏和鼓励彼此，是一种对所有人都好的做法。这需要每一个家庭成员反思自己，并思考自己是否无意识中将自己的焦虑投射到其他家人身上。比如，如果父母可以对孩子说，在外面发展的如何都没关系，回到家了，父母可以支持你，选择躺平也没有关系。我想，即使父母未必有这样的经济能力，这么说也会显著降低孩子的焦虑水平，增加孩子与父母之间的链接。当然，这不仅仅是一个说话水平和话术的问题，而取决于当事人是否能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：如果父母将自己的幸福和未来全都寄托在孩子身上，不断强调你要是不努力，我们将来可怎么办？我们未来的幸福全靠你的奋斗，那么孩子会不敢发展自己，不敢有个性，有无意识地毁灭自己，让自己陷入挫折的倾向。很多人习惯性地在口头上贬低自己，也是出于这样的心理，他们觉得自己过得失败虽然不好，但至少可以不必在精神上为父母负责了。追求精神的独立是每个人的倾向，当一个人尊重另一个人灵魂和精神的完整，而不是靠名分去捆绑他们之间反而能够发展出真实和自由的情感。正如我在《为什么父母难以容忍年轻人的躺平》这期视频里所说的，要建构属于个人的自我同一性，必然需要也只能依托自己的心理资源，也就是与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进行连接。当个体感到自我的存在，感到自己的个性是真实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更快地分辨出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状态。也许他会再去从事其他的工作，或者进入其他的人际关系，但他不会再轻易地感到后悔或者失败。而这个与自己的真实感受进行连接的过程，只有在闲暇和休息的时候才能够发生。催婚也是同样的道理。许多父母在婚恋关系上给孩子施加了很大的压力，认为逼婚、催婚都是为了孩子好。然而这种行为往往只能催生出对爱情的绝望和对亲密的无助，并将这种绝望和物质遗传给下一代。实际上，这种做法不论对自己还是子女都是不负责任的。就我的观察来看，许多甚至是多数中国夫妻之间很少有正常的情感流动和思想交流，往往只是貌合神离，甚至连貌合也做不到。他们可能在年轻时未经思考和审视，就选择接受大众和周围人的观念，早早地进入了一段婚姻关系。然而，相比那些对此谨慎的人，他们反而会被视为是负责的、成熟的。中国人习惯于以表面的完整和稳定来掩饰和逃避内心的支离破碎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婚姻和生育是一个人成熟的象征，但这绝不意味着一个人有了名义上的婚姻，成为了父母，就自动拥有了成熟的人格。中国人通常所理解的成熟，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人格的独立恰恰是格格不入的。我想，这也是很多人在过年时感到窒息的根本原因。年的精神已经太过古老，需要被加入新鲜的精神才能焕发生机。我想，在未来的春节，也许中国人可以祝福彼此能够更加成为自己，活得更加真实自在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，请联系我的邮箱，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。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和教育这个列表内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